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路易斯拍废片的路易斯，欢迎你。嗨，大家好。在影片当中批评一中合统会你说他们是中共统战的工具哦，你是怎么样子开始了解到这个组织呢？现在每天都会有粉丝 email 给我，私信我，提供素材给我。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真的很有料，我一个马来西亚人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组织的存在，就世界各地都有这个社团啊，然后我就想哇，还可以这样子操作了，这个中共。觉得这个很不应该了，就发生了。至少在马来西亚不应该存在这个社团。有一次那个布给安曼来调查，然后那个我被录了7个小时。7个小时啊？对啊，因为我用那个影片的画面呢，是有很多那个中文媒体的吧，然后他就每一个字，他说，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人？你认识吗？然后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也想表达什么？这个谁给你的资料？反正就是每一个画面他要问得非常的清楚。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这是BFM财经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做客的呢是路易斯拍废片的路易斯。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或者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主题的话呢，也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影片给分享出去哦。那么其实呢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做客的这位来宾呢，我在好几年前吧，应该是3年前左右呢，有访问过他哦。那个时候他还是刚刚开始做这个中国大外宣渗透大马的相关的议题。我觉得呢，他那个时候呢，感觉上比较青涩，然后呢是一个自媒体的新手哦。没有想到在短短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不断的在进步当中，而且他已经在自媒体圈已经小有成绩了啊。我在他的影片当中，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强大不等于海外华人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的安全或者是被看得起啊。在他最新的一集的影片当中，他又再次的重申了这件事情。当很多的华人都还在谈认祖归宗的时候呢，他却选择反向而行啊，然后批评中共的渗透。那么最近呢，除了质疑这个马来西亚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之外呢，在习近平来访马来西亚的时候，《新洲日报》出包啊，他的国旗缺月的这件事情，其实路易斯他也有很多的看法啊。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些的内容除了做中文之外，他也把它翻译成马来文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来请教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路易斯拍废片的路易斯，欢迎你。嗨，大家好，我是路易斯拍废片，我这边呢 ，Hello。其实我之前有跟你就是在私底下聊天嘛，我在想说，其实如果你把这个频道的名称改成路易斯的话，会不会比较正式一些？因为我觉得路易斯拍废片会不会给人家觉得有一点点负面的感觉嘛？但是后来你其实蛮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什么反讽还是叫反讽是吧？反讽就是平时这个频道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想拍废片的，就是我看到社会上有什么议题还是什么八卦呢，我想讲的呢，我就会拍一集影片来讲，就是吐槽一下好啊，还是酸一下人都好啊，就是我的作风啦，也是有我的一个小有兴趣这样子啦。OK， 等于是你的一个 trademark 了，我觉得对不对？是好。那其实最近你受到很多的媒体的关注啊，像台湾很多电视媒体都会拿你的影片啊，然后把它做成新闻。然后我也看到台湾一个非常大的媒体关键评论网，其实最近也有采访你啊。其实受到这么多关注，对你来说是会有压力的吗？有点压力啊，但是也是有一点开心了。就是努力了那么久，终于被关注了。其实我有一点误打误撞走上这个所谓的政治频道，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政治频道，因为我只是讲述我这个马来西亚公民的一个感受而已。所以我不是什么，刚刚你有说到，我不是什么政治评论家啦，还是什么经济学者啊，不是，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普通公民，然后对这个中共的看法而已。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普通公民的看法，他可能来得更加有力量，因为他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看法，也是非常的真实的。我觉得即使你的很多的观众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很真实。然后其实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拍这一些反中共渗透啊，或者是人家所谓的反共的内容？就是我看到一个 TikTok 的影片，然后有一个应该是马来西亚人还是中国人，我忘了，反正他就说
什么中国强大了，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很有面子，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听了我就很不舒服，然后我就拍一支影片，然后就是骂那个主题骂那个人。那怎么知道呢？下面一堆这个我们所谓的中华教就来我的下面留言，马来西亚人呢在留言讲他讲得很对啊，你很傻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开始认知到原来马来西亚已经开始就被中共渗透了，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要继续拍更多的影片。然后我就真的是好像跟媒体对着干那媒体就讲中国很好，我这里就讲美国很好，台湾很好，马来西亚比较好这样子。到目前为止，其实我看到马来西亚做这些所谓的反共的内容的创作者，其实是不是太多啊？你会不会担心说你自己一个人做有一点点比较孤单一些，孤掌难鸣？就一路来都有这样感觉啊，就有几个是也是有做这种反共内容看得出他有他的那个自由的那个立场啦，但是他不会专注的讲全部中共的东西这样子，可能他们的频道有一定的定位还是怎么样啦。那我也明白了，就我不强求大家加入这个行列还是怎样的，就毕竟孤独就孤独吧。OK， 你就像是一匹孤独的狼这样子，走在反攻的这一条路上其实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其实你是以流量来去定义这个好或不好嘛？其实如果是以流量来定义的话，你的流量其实现在是蛮高的，对不对？你觉得为什么你的流量会这么高？是马来西亚人慢慢的、逐渐的醒过来，然后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是有被中共渗透，还是说你觉得？其实这些人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心里是清楚、是明白的，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我的流量其实我觉得还好而已，不是很棒。那对比那些你看台湾的香港的，这个我觉得是啦，我个人的看法是，马来西亚人大家都已经有这个看法，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把他们的心声讲出来。好像黄明志会讲出来，但是他比较注重他的音乐嘛，然后他们没有像我这样子每一集都是讲这中共。其实我也不想每一集讲中共可以给我一点其他的那个主题我要吐槽的，那我就不会一直去讲这些课题了。那就讲出大家的心声，然后刚刚好那个马来西亚的中文媒体也一直吹捧着中国，然后有一个另外一种声音，刚刚好就符合到一些不是很喜欢中共的人，然后喜欢民主自由的人那他可能就会订阅我这个频道这样子。其实在过程当中有没有真的有受到什么样子的压力，可能来自官方的，或者是有没有人来告诉你说其实中国那边很像有一点不太高兴咯来劝你不要做这件事，有吗？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吗？压力是有啦，但是不是来自中国，中国应该还看不到我这个小人物 OK， 但是警察就会一直找上门，就是说叫我去协助调查一下这样子，然后都 OK 啦，就之前习惯了，就是去给提供资料一下，录个口供这样，1个小时就 OK 了。只是有一次那个Bukit Aman来调查那个一重和平统一促进会那个社团，那个就比较严重一点，那他因为他是社团嘛，他们怕他好像是一个恐怖组织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我被录了7个小时。他7个小时啊？对啊，那个，因为我用那个影片的画面呢，是有很多那个中文媒体的嘛，然后他就每一个字，他说，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人？你认识吗？然后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想表达什么？这个谁给你的资料？然后反正就是每一个画面他要问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讲了7个小时，从3点一直讲到10点。其实7个小时里面你自己内心会觉得很有压力，或者是你曾经会有害怕的念头出现吗？是怕自己很像被卷入了什么样子的？当下还好啦，他那个因为我不是那个嫌犯嘛，我只是像这样子现在这样子坐着，然后好好的聊天这样子而已。我还是会想，不如就不要拍这种影片嘛，不如就收敛一点啦，就拍一些警察不会找上门的内容吧。可是过了一阵子过后，那个皮又在痒了然后又在拍了我们来聊一下这2个让你
被警察邀请去协助调查的事情啊。嗯，一个其实就是餐厅嘛，餐厅对，餐厅，然后它里面是有它的餐具，还有它餐厅的摆设，还有装置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特色共产党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些特色的图像吧，图片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中合统会嘛。其实你在影片当中批评一中合统会你说他们是中共统战的工具哦。其实你是怎么样子开始了解到这个组织呢？然后你又掌握到哪一些资讯，让你决定要拍片？这个是粉丝 email 给我的，要感谢我的粉丝。现在每天都会有粉丝 email 给我，然后还是提供素材给你Instagram 私信我提供素材给我，有一些为了反而反的我就刷过，然后有一些呢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有料，因为好像这个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真的很有料，我一个马来西亚人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组织的存在。然后我过后他就很详细的给我那些资料全部，我就去看，哇哦，就世界各地都有这个社团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哇，还可以这样子操作了这个中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应该了，就发生了，至少在马来西亚不应该存在这个社团了，这样子。其实除了流量不错之外，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效应包括有马来的政治人物出面发声然后特别是在这个一中合统会的这个内容，就算是被警方请去这个协助调查了，然后这边有压力7个小时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好了，我就不要再做这样子的内容了，真的是很累但是在新洲日报这个国旗月亮不见了的事情，你还是做了马来文的内容是对，我比较关注的是那个他的老板去参加那个共产党的会议，就是中共政治协商会议是啊，这个好像是应该是要共产党员才能参加的吧？是吧？一般上来讲应该是吧，除非他们有开放什么样子的特例，还是说他是以这个媒体人采访的身份去吗？去采访还是怎么样？去采访就 OK， 但是如果他是去开会，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开会，那你跟中共开什么会呢？你在聊了什么呢？是不是这个更加应该值得警方去关注，还是马来西亚人去关注的呢？或者是他们要不要自己主动出来说明来说一下啦。疑虑，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疑虑，我们天天看着你的媒体的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这个新洲日报的事件上面，把焦点是放在那个国旗月亮不见的事情上面嘛，对，然后就说这只是无心之过大家不要上纲上线，但是却很像刻意的忽略掉说，其实现在很多的读者他们在意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是长期的这种报道失衡的问题。我觉得读者应该是更加愤怒的是那个报道呢，好像它偏离了那个媒体应该有的那个素养这样子。媒体应该是，我觉得啦，我个人看法，媒体应该是报道事实的真相，就是说习近平来的时候应该说一下他怎样带动这个经济，然后有什么危害，当然是要有一个正面跟反面这样子给我们去看的。美国做了很多东西也是有正面跟反面的，那这个是应该报道出来，然后让这个读者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呢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看的，而不是一面报道全部是中国好的东西，然后美国都是坏的对，要更全面的看这些事情的嘛。然后我们的前首相离世的新闻放在右下角最下面的地方。这个我之前就我看了那个 BBK 嘉文讲的东西啦，但那个我蛮认同的啦。他就说呢，就是每个社群，就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他们关注的东西，我们关注的东西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那不能说全部放这个习近平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不爱国还是怎么样？我们可能只是觉得习近平来，然后能怎样带动我们的经济，能怎样影响我们的经济，可能是有害，可能是有好，所以我很关注这个课题。我觉得与其说反共，你更反的是中共的渗透
这些资讯的渗透、大外宣的渗透啊，你其实，在影片当中，你不断的强调说马来西亚人优先，让我想到说，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帮你贴一个标签，说你是牧羊犬你现在你反共就是因为你是美国派来的你是支持美国的，但是其实你强调的是马来西亚人优先，对吗？我说了很多次，都是马来西亚人优先，可是不能，就是他们就要贴你一个标签就对了。反正你支持什么民主自由的呢？你是台湾的那个什么民进党的人，要不然就是Donald Trump 的狗这样子。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年轻人不够关心政治。其实你在接受关键评论网的时候，你就有说过，不关心政治的人最容易被洗脑这句话。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观察呢？因为中共也是蛮聪明的嘛，他就用那些旅游然后你看我们有很多高楼大厦，有很多好玩很厉害的东西然后我们的人都很友善这样子，他会利用这些东西来包装成他们的中共这样子，这个就很容易影响那些没有关注到那个中共正在做的事情的一些人，就是他们不关心政治嘛，然后就觉得哎呀随便啦，你看那个中国这样棒，那个高楼大厦，那个车这样先进什么这样子，只要中共发一些好像美国人坏，还要加我们关税，然后很容易就觉得哇，真的是中国那么好，你们还要这样子欺负他，不能哦。所以这个就是不关心政治的人他没有从多方面的去看这个什么贸易战这样子这个人权这些东西。其实你会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关心政治这件事情，我有听说，像是因为有BBK 卢卡斯他们的频道出来之后，其实是带领了一群的年轻人，他们来关心政治，来关心新闻嘛。其实我对于他们做的内容能够带领年轻人这件事情，我是非常非常，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对。那当然也有一群年轻人还是依然不关心。所以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让年轻人都来关心说，其实政治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时间会摧残他们啦。就他现在10多岁嘛，就出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可能也没有投过票怎么样，然后当他长大了，他就发现很多事情都好像跟我有关我选这个人他怎么样，选那个人怎么样开始他就会开始关心马来西亚政治。那慢慢的可能他就会看到更多东西可能那些做生意的他慢慢他长大，他做生意嘛，他就一定会跟政府打交道，他跟政府打交道，他就会明白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政治如何运作，然后呢慢慢的可能他就觉得这个政府好像不行怎么这样子搞到我的生意很差还是怎样，或者打工的可能多年过后他发现哎呀怎么还是政府还是贪污，还是我的薪水还是没有涨当初说要发展这个发展那个还是没有发展，可能他就会开始这个好像跟我息息相关我要投票，我要去发声了。其实也有一些学者他们有提醒说，把这些的内容翻译成马来文传播给我们的马来族群的朋友其实就是学者黄进发他说，这可能会造成去脉络化的风险那其实你要如何来去对你的内容来进行把关，来降低这个风险，你有想过吗？我没有想那么多，我要做的东西就是阻止中共在马来西亚渗透。那我会邀请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呢也做这样子的事情。没办法嘛，我做了这个影片，然后那个反对党要拿我的影片，然后我能怎么样呢？你怪我吗？然后真的我还是有一群这样的人，不管是华人马来人什么人都好，是支持我的想法的是不是你这个执政党，你这个政府应该听取我们这些人的民意呢？刚刚那个学者说的那个东西，我会邀请更多人来讲述这个来龙去脉了，一起做马来文的影片，做英文的影片。因为我看到你的影片，其实现在里面也有很多的论述啦，跟解释过程，你并不是直接的就把那一些简单的去解释一件事情，其实你都还解释的蛮详细的。那其实最近有看到有一个电台主持人传统媒体人就批评说你是逢中必反。你是逢中必反吗？他要怎么讲我也没有关系啦。其实我自认我不是逢中必反，
我还是有中国人的朋友，他跟我的想法有时候也不一样，有的是比我更加仇共OK， 然后我也很欢迎是中国人来这里做生意，来第二家园啊、留学啊、旅游啊，什么都可以啊。但是主要是我会不喜欢，也想要阻止的就是那个中共渗透马来西亚的那种思想啊那些，就比如这个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还有这个传统媒体的人去到那个中共的会议，到底是什么回事？我想了解一下啦，就是这样的东西，我想要阻止而已。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呢，不应该只是由民间有一个 YouTuber 来阻止啊，来散播这样的讯息。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责任啦，对，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保护嘛。非常谢谢路易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受访问哦，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路易斯的频道叫做路易斯拍废片。当然，他现在也开始了其他的频道在他的频道当中都有一些的介绍，大家都可以去追踪的。好，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边，谢谢路易斯。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的访谈有什么样子的看法，都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访问的话呢，也记得要分享出去。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北分财经所制作的